亮劍當中，李雲龍殲滅山崎大隊這一仗打得解氣，可為什麼在真實的歷史中，2萬八路軍卻沒能吃掉日軍500人的冈崎支队？關家坳這一仗究竟卡在了哪兒？1940年百团大戰打得正酣，八路軍調集近2萬兵力，將岡崎支隊500餘人圍困在關家坳。按理說40比1，這仗閉着眼都能贏。可血戰2天2夜後，我軍傷亡2000多人，卻不得不撤圍而去。問題出在哪兒？首先，地形太要命了。關家坳地勢陡峭，像個倒扣的碗，上面平坦，下面光秃，進攻一方連隱蔽都難，兵力根本展不開。李雲龍在剧裡的土工作業打法確實是破局良策，可惜那是事後諸葛亮。戰鬥初期，八路軍明顯輕敵，沒有第一時間用上這種笨辦法，等反應過來時，戰機已經溜走了。769團1營在第2日試了土攻掘進，確實有效。可增援的日軍距此只剩4公里，戰機稍縱即逝。其次，指揮層面有硬傷。1940年的八路軍已從過黃河時的3萬擴充到40萬，兵是多了，但骨幹稀釋得厲害，不少連排長一部就成了营团長，指揮能力還沒有跟上。岡崎支隊雖然只500餘人，卻是個硬茬。支隊長岡崎千壽中佐軍銜，很可能是作戰參謀出身，實戰嗅覺極為靈敏，一發現八路軍動用迫擊炮，就判斷自己被主力合圍，立即狂奔搶占關家坳，僅用4小時便構築起完備工事，火力配置、掩體布設都相當老道。相比之下，我軍在步炮協同、單兵突擊、工事構築上都暴露了明顯短板。還有一個無奈的原因，添油戰術是因為地形所限，9個主力團無法同時投入，只能一個团接一個团往上衝，傷亡慘重。程瞎子那772團就是典型。最終在擊斃岡崎、斃敵400餘人後，為避免被援軍反包，八路軍主動撤出。關家坳雖然沒有全勝，但也不是白打的。戰後我軍認真復盤，連日軍陣地上挖的單兵掩體、貓耳洞都學了過來。決死一縱隊，經此一役，錘煉出2個能打硬仗的主力團。正如那句話，打完一次殘酷戰鬥，新兵就成了老兵。人民軍隊有個絕活，在戰爭中學習戰爭，而有時敵人恰恰是最好的老師。